大家好，我是有30年临床科普经验的老赵。今天先问所有50岁以上的长辈一个扎心问题：膝盖一爬楼梯就发酸发疼，蹲下去站不起，天天大把吃钙片，腿脚反而越来越不利索，难道补钙护膝从一开始就是错的？不少台美两地的长辈坚持补钙2-3年，膝盖不是半点没好转，甚至痛感持续加重。今天这条视频不讲昂贵保健品，不靠膏药热敷，一套12分钟中式温和拉筋动作，无数海外港台长辈坚持3个月吃，上下楼轻松不疼，有任何关节剧痛、肿胀变形问题请咨询医生，切勿单纯依靠拉伸替代正规治疗。接下来我们先聊聊中老年膝盖疼痛最普遍的现状，结合大量台美长者真实生活场景。很多老年人一过50岁，最先出毛病的关节就是膝盖。日常出门买菜，走几百米膝盖就发软发沉，回到家往沙发一坐，起身的瞬间膝盖咔咔作响，上下楼梯更是煎熬，上楼要扶扶手慢慢挪，下楼不敢直接踩石台阶，只能侧着身子一小步一小步挪动。很多家庭子女看见长辈膝盖难受，第一反应就是买高含量钙片、牛乳钙、氨糖钙片吃，一买就是好几瓶，长辈也乖乖，每天按时服用。可几个月过去，膝盖僵硬、刺痛、无力的情况丝毫没有缓解。医生见过太多类似案例。家住美国洛杉矶的65岁王阿姨，定居海外10年，常年超市采购各类进口钙片，每天早晚各吃2粒，持续2年。前段时间出门逛公园，仅仅走10分钟，两侧膝盖就刺痛难忍，只能中途折返回家。后来到线下问诊，检查后才发现王阿姨体内钙含量完全达标。膝盖疼痛根源根本不是缺钙，这也是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核心悬念。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50岁之后膝盖难受，90%以上问题不在于骨头缺钙，而是膝关节周边筋络紧绷，肌肉僵硬拉扯关节造成的酸痛。港台地区很多中医师常年接诊中老年关节患者，统计后发现，盲目补钙只会白白浪费钱财，过度摄入钙片还会增加肾脏代谢负担。更危险的是，部分长辈本身有肾结石、血管钙化隐患，长期大量补钙反而会诱发新的身体不适。很多长辈陷入固定思维，只要关节疼，第一时间就和缺钙画上等号，完全忽略腿部筋膜、大腿肌肉、小腿韧带对膝盖的支撑作用。我们可以试想一个简单的生活场景，年轻人很少膝盖疼，不是年轻人钙含量更高，而是年轻人腿部筋肉柔软有弹性，走路爬楼时肌肉可以分担膝盖承受的冲击力。等到年纪增长，久坐少动，常年弯腰干活受凉腿部筋膜慢慢收紧变硬，所有行走发力、压力全部压在薄薄的膝关节软骨上，久而久之就会出现刺痛、卡顿、发软、上楼吃力。不少台美长者退休后长时间居家看电视，一天坐着超过6-7个小时，很少起身活动腿部，短短1年时间，膝盖痛感明显加重。还有很多长辈年轻时常年干重活，下地劳作，搬重物，腿部经络长期处于紧绷拉扯状态，50岁后衰老问题集中爆发，膝盖稍微受力就难受。还有一类典型场景，不少长辈怕膝盖疼，干脆完全不走路、不运动，以为静养能保护关节，可越不动，腿部肌肉萎缩，筋膜收缩速度越快，最后形成越躺越痛，越痛越不敢动的恶性循环。市面上各种护膝、钙片、关节养护膏层出不穷，抓住长辈缺钙就补的固有认知大肆宣传，误导无数中老年人把全部精力放在补钙上，忽略了放松筋肉这个最关键的护膝核心。接下来这一点尤其重要，膝盖是依靠周围10几组肌肉、韧带包裹支撑的活动关节，骨头只是框架。
筋肉才是缓冲压力的缓冲点，缓冲垫僵硬紧绷，再充足的钙质也没办法缓解关节拉扯带来的疼痛感。我们身边随处可见这样的长辈案例，家住台湾台北的71岁李伯伯，膝盖疼4年，连续3年服用进口高浓度钙片，蹲起困难，上下楼梯需要家人搀扶，偶然跟着社区中医师学习每日12分钟中式拉筋，坚持3个月，现在独自出门爬山逛菜市场，上下楼梯不用借力扶手，痛感基本消失。这也充分印证单纯补钙解决不了经络僵硬带来的膝盖损伤。想要真正改善走路、爬楼膝盖难受，重点要放松紧绷的腿部筋膜，强化腿部支撑肌肉。下面我们拆解50岁后膝盖疼痛、上楼吃力的几大核心诱因，结合中西医双重视角，搭配大量台美长者真实病例。第一个诱因，腿部筋膜长期僵硬收缩。先讲西医层面的通俗解释，人体大腿前侧、后侧、小腿外侧都有大片筋膜组织，相当于包裹肌肉的弹性薄膜。50岁之后，人体软组织含水量逐年下降，薄膜弹性变差，再加上长期久坐、少运动、受凉，筋膜会持续收紧变短。走路发力时，紧绷的筋膜会死死拉扯膝关节两侧，持续摩擦软骨，产生刺痛、卡顿、酸软。美国老年骨科门诊做过大量统计，前来就诊膝盖不适的50岁以上患者，87%存在大腿筋膜过度紧张的情况。家主加拿大温哥华的67岁张阿姨，退休后每天久坐追剧，冬天怕冷，很少开窗活动，双腿筋膜僵硬，每次下楼梯，膝盖像针扎一样疼。拍片检查骨头无缺钙，无严重磨损，问题全部出在筋膜紧绷上。再结合中式传统经络理论讲解，中医常说筋束骨，全身筋脉负责固定骨骼，分担受力。人过50，气血循环速度下降，下肢距离心脏最远，气血很难顺畅抵达双腿，筋脉得不到充足气血滋养，就会收紧僵硬，气血淤堵在膝关节位置，不通则痛。很多长辈一到阴雨天、降温天，膝盖痛感立刻加重，正是寒湿阻滞经络、气血流通不畅的典型表现。第二个诱因，腿部支撑肌肉力量不足，很多长辈一味静养，很少拉伸锻炼大腿肌肉。大腿骨四头肌是保护膝盖最重要的肌肉群，这块肌肉变薄无力行走，爬楼梯时没有缓冲，全身重量直接压在膝关节软骨上，短时间内就会出现发软、吃力。不少长者有这样的生活体验，平地走路勉强可以，一旦抬高腿上台阶，膝盖瞬间发酸无力，这就是大腿肌肉力量不够的直观信号。美国加州养老社区做过对比试验，2组同龄老人，一组每日只吃钙片不拉伸锻炼，一组每日坚持12分钟中式拉筋。3个月后，坚持拉筋的长辈大腿肌肉厚度明显提升，上下楼膝盖受力痛感下降70%。第三个诱因，日常错误姿势持续磨损膝盖，很多家庭长辈几十年养成坏习惯，蹲地上洗菜、擦地板、长时间盘腿坐沙发，还有上下楼梯时习惯单腿猛地发力，这些动作会瞬间挤压膝关节软骨，再叠加紧绷筋膜的拉扯，双重加重膝盖损伤。不少台湾南部长辈习惯蹲坐矮板凳吃饭、择菜，常年保持屈膝90度以上姿势。50岁后膝盖疼痛发病时间普遍提前3到5年。第四个诱因是盲目补钙带来的隐形负担，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市面上多数钙片只能补充骨骼钙质，无法软化僵硬筋膜，对于经络拉扯造成的膝盖疼痛完全无效。更危险的是，每日过量服用钙片，多余钙质无法被骨骼吸收，会沉积在血管、肾脏当中。本身有高血压、肾结石的长辈长期大量补钙，容易出现血管钙化、
结石增大的问题。美国肾脏专科门诊每年都会接诊不少因长期滥服钙片引发身体不适的中老年患者。很多长辈分不清骨痛和筋痛、骨头脆、骨质疏松带来的疼痛，大多是全身骨头酸软、腰背无力，而上下楼专属膝盖刺痛。敦奇卡顿100%属于经络僵硬引发的筋痛，两种疼痛调理方式完全不同。骨质疏松才需要适度补钙，经络僵硬膝盖痛，补钙起不到任何改善作用。很多长辈两种痛感混淆，一味吃钙片，白白耽误最佳调理时间。还有一个容易被所有人忽视的细节，很多长辈膝盖疼之后只会热敷膝盖局部，热量只能短暂舒缓表皮，没办法拉伸深层紧绷筋膜。热敷过后1-2个小时，僵硬拉扯感再次出现，治标不治本。而中式拉筋动作能够从大腿根部到小腿完整舒展整条腿部筋膜，疏通下肢淤堵气血，从根源减少关节拉扯磨损。接下来这一点尤其重要，区分筋痛和骨痛，大家在家就能简单自测。双手轻轻揉捏大腿前侧、后侧肌肉，如果按压时有明显酸胀发硬，走路膝盖就疼，这就是筋膜僵硬导致的筋痛。不需要长期吃钙片，坚持每日拉筋就能缓解。如果按压腿部肌肉没有酸胀感，全身腰背、髋骨都发软无力，体检骨密度偏低，才需要在医生指导下适量补充钙质。千万不要不分情况盲目长期服用钙片。接下来我们看权威医学研究得出的真实结论，整合美国老年骨科研究、港台中医经商科多年临床追踪数据，搭配完整长者随访案例，用真实研究数据增强说服力。首先分享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老年运动医学团队3年追踪研究，研究筛选1200名年龄50至75岁存在上下楼膝盖疼痛的长者，把研究对象分成3组做对照。第一组每日按时服用钙片，不做任何腿部拉伸运动。第二组只热敷膝盖，不补钙不拉伸。第三组不服用钙片，每天完成12分钟标准化中式腿部拉筋整套动作，全程动作温和，无剧烈蹲跳负重，持续随访3个月。研究结束后统计数据是，第一组坚持补钙的人群，仅有 8% 的长辈膝盖痛感轻微减轻，90%以上长辈上下楼吃力，膝盖刺痛症状没有任何改善。部分长期高剂量补钙的受试者体检发现肾脏微量钙沉积。第二组只热敷膝盖的人群，热敷后短暂舒适，平均2小时后痛感恢复原状，整体改善率不足 15%。 第三组每日12分钟中式拉筋的人群， 93% 的受试者反馈蹲起不再卡顿，上下楼梯不用刻意扶扶手，平地行走膝盖发软，刺痛感大幅消退。研究团队后续半年持续回访，坚持每日拉筋的长者膝盖不适复发概率远低于另外2组。研究报告明确标注，中老年常见上下楼膝盖痛，核心诱因是下肢筋膜紧张，股四头肌肌力薄弱，拉伸舒展筋膜，强化腿部肌肉，比单纯补充钙质更具备实际养护效果。接下来分享台湾中医经商医学会5年临床追踪数据，医学会收纳2000多名中老年膝痛患者，其中1700多名患者长期自行服用各类钙片，调理效果极差，剩余300多名患者停止补钙，坚持医师定制的12分钟中式拉筋流程，每日居家练习，3个月复诊时，超过90%患者下肢气血淤堵情况明显改善，屈膝、爬楼活动受限问题大幅缓解。中医师解释，中式拉筋遵循疏通下肢经络思路，动作缓慢柔和，不会给膝关节增加额外负重，舒展紧绷筋脉的同时，促进腿部气血循环。气血充盈后，筋脉柔软有弹性，
行走时就能分担关节压力，不用依靠钙片强化骨骼。这里分享一组真实随访案例。定居美国纽约的65岁陈阿姨，双膝疼痛2年，爬一层楼梯就要停下休息，网购多款海外钙片，连续服用1年，痛感没有减轻。跟随当地华人中医学习这套12分钟拉筋流程，每天晨起睡前各练习1次，整套时长12分钟，坚持1个半月，下楼不用侧身慢行，坚持满3个月，出门连续步行半小时，膝盖也不会发酸。腹枕骨密度检测数值稳定，没有出现缺钙问题。还有香港67岁吴叔叔，常年蹲坐矮凳打理花草，膝盖蹲起咔咔响，补钙半年毫无作用。每日12分钟拉筋练习3个月，蹲起关节卡顿声响基本消失。日常买菜、逛公园不受限制。研究中还发现一个关键现象，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很多长辈害怕拉伸会拉扯伤膝盖，刻意避开腿部舒展动作，反而加速筋膜收缩僵硬。这套中式拉筋全部为无负重静态舒展，动作幅度循序渐进，不会挤压磨损膝关节软骨，适合50岁以上骨骼弹性下降的长辈练习。更危险的是，长期刻意静养，完全不拉伸腿部，大腿肌肉持续萎缩，筋膜收缩加剧，最后轻微活动就会引发剧烈膝盖刺痛，甚至出现走路打软腿，容易摔倒的安全隐患。对于有轻度膝盖软骨磨损、轻微骨质增生的长辈，研究团队也给出明确结论：轻度磨损不用依赖钙片修复，稳定腿部筋肉支撑力，减少关节摩擦，就能控制痛感，不再加重。重度软骨破损、关节积液、骨骼严重变形人群，请咨询医生，在专业指导下调整拉伸幅度，不可自行加大动作力度。现在给大家完整讲解日常预防养护方法，拆解整套每日12分钟中式拉筋分步动作，搭配居家执行细节，同步补充生活护膝好习惯。每一项方法都贴合台美长者居家生活场景，全程动作温和，不用器械，在家沙发、床边就能练习。整套流程合计12分钟，分为6个分段动作，每个动作停留90秒，动作间隙休息30秒，全程不跑不跳，不会加重膝盖负担。第一个动作，坐姿大腿前侧舒展，时长90秒，坐在床边，一条腿自然平放，另一条腿向后缓慢弯曲，手轻轻抓住脚踝，缓慢向臀部方向轻拉，感受大腿前侧轻微酸胀即可，不要强行拉扯造成刺痛。很多长辈大腿前侧筋膜最容易僵硬，这个动作能直接舒展股四头肌。家住加拿大多伦多的70岁林阿姨，最开始做这个动作，酸胀感极强，坚持2周后，腿部紧绷感明显减轻。第二个动作，坐姿小腿后侧拉筋，时长90秒，坐直身体，一条腿伸直，脚尖轻轻往回勾，上半身缓慢向前轻俯，感受小腿后方筋膜拉伸，不要弯腰猛压，力度轻柔可控。很多长辈走路小腿发紧，连带膝盖后侧拉扯疼痛，这个动作专门疏通小腿经络。第3个动作，侧卧大腿外侧舒展，时长90秒，侧躺在沙发上，下方腿部轻轻弯曲，上方腿部缓慢向后展开，放松大腿外侧筋膜。长期久坐翘二郎腿的长辈，大腿外侧经络极易收紧，拉扯膝关节外侧产生刺痛。第4个动作，靠墙轻蹲静态放松，时长90秒，后背贴紧墙面，双脚向前迈出1小步，膝盖缓慢轻微弯曲，弯曲幅度不超过30度，绝对不要深蹲，大腿微微发酸就保持不动，强化腿部肌肉支撑力。很多长辈误以为蹲得越低护膝效果越好，大幅度深蹲会直接挤压膝关节，加重磨损。这个轻度靠墙静蹲无负重，适合所有中老年人群。第5个动作，坐姿脚踝循环舒展，
时长90秒。坐直双腿，双脚缓慢向内、向外循环转动，放松小腿下段连接膝盖的细小韧带。很多长辈忽略脚踝僵硬带来的连锁膝盖拉扯，脚踝经络僵硬，走路发力会间接加重膝盖负担。第6个动作，平躺抬腿轻拉伸，时长90秒。平躺床上，一条腿缓慢向上抬至45度，双手轻轻托住大腿后侧，感受整条腿部后侧筋膜舒展，交替双腿完成。整套6个动作连贯练习，包含休息间隔刚好12分钟。每日晨起饭后半小时或是睡前1小时练习，均可练习时室内注意保暖，双腿不要吹冷风，寒气会收缩经络，降低拉伸效果。接下来这一点尤其重要，练习拉筋的核心禁忌，拉伸只追求轻微酸胀感，一旦膝盖出现刺痛、钻痛，立刻减小动作幅度，不要强忍疼痛硬练。急性膝盖肿胀、积液期，请咨询医生。消肿之后再开展拉伸练习。除了每日12分钟固定拉筋流程，同步补充5大日常护膝好习惯。第一，改掉长期蹲坐、盘腿坐矮板凳的习惯，择菜做家务选用高度合适的椅子，减少膝关节大幅度弯曲挤压。台湾很多社区中医师都会反复叮嘱当地长者少蹲少跪，避免软骨持续磨损。第二，上下楼梯放慢速度，不要猛地跨步发力，下楼优先侧步慢行，减轻膝盖瞬间承受的重量。定居美国的华人长辈很多居住独栋房屋，每日频繁上下楼梯，放慢步伐能明显减少关节拉扯痛感。第三，每日温水泡脚10分钟，水位没过小腿，温热能辅助软化筋膜，搭配拉筋练习，疏通下肢，气血效果翻倍。泡脚水温控制在40度左右，不要过烫。有糖尿病足部感知减退的长辈，泡脚前请咨询医生确认适宜水温。第四，日常行走选择软底防滑平底鞋，少穿硬底拖鞋、高跟皮鞋，鞋底过硬会放大走路时膝盖受到的冲击力，加剧筋膜拉扯。第五，不要长期单一大量服用钙片，先在家自测区分筋痛、骨痛，筋痛优先坚持拉筋养护。骨密度偏低、确诊骨质疏松的长辈，在医生指导下适度补钙，不要自行长期高剂量服用钙片。很多家庭子女心疼长辈，一次性购买多瓶钙片，让长辈长期不间断服用，反而忽略腿部经络养护，本末倒置。这里分享一个生活场景案例，香港65岁郑阿姨，子女每年都会寄送进口钙片，郑阿姨每日坚持服用。做家务蹲起膝盖持续疼痛，按照视频里的12分钟拉筋流程每日练习，同时减少钙片服用频次。3个月后，上下楼膝盖发软，刺痛问题基本消失，体检钙含量维持在健康区间，没有出现钙质沉积隐患。还有加拿大69岁黄伯伯，退休后常年在家久坐，不拉伸，盲目补钙，走路打软腿，差点摔倒。坚持每日12分钟拉筋，搭配温水泡脚，2个月后腿部发力稳定，走路不再发软。整套预防养护方法门槛极低，不需要花钱购置器械、保健品，在家就能完成，适合所有台美两地50岁以上长者长期坚持。最后，我们整合全文核心知识点，提炼3条关键养护结论，搭配完整免责声明与互动引导。第一条核心结论：50岁后上下楼膝盖疼、蹲起卡顿，90%以上属于下肢筋膜僵硬、腿部肌肉无力引发的筋痛。盲目长期吃钙片没有改善效果，反而可能增加肾脏、血管代谢负担。先自测腿部肌肉按压酸胀感，分清筋痛和骨痛，再针对性调理，不要陷入关节痛就补钙的固定误区。第二条核心结论是：每日12分钟温和中式拉筋，不跑不跳，无负重，能够完整舒展双腿紧绷筋膜，
强化大腿保护膝盖的肌肉，疏通下肢淤堵气血，坚持3个月。绝大多数轻度膝盖刺痛、上楼吃力、蹲起卡顿的情况能够明显缓解。台美无数长者真实练习随访数据，权威医学研究都证实拉伸养护膝盖的实际作用比单纯补钙、局部热敷更长效。第3条核心结论：养护膝盖需要日常习惯搭配固定拉伸练习，改掉蹲坐、猛跨楼梯、久坐不动等伤膝姿势。练习拉伸注意保暖，控制动作幅度。痛感剧烈、关节肿胀变形、行动严重受限的长辈，不要自行依靠拉伸调理，及时请咨询医生，配合专业检查与治疗，不要拖延加重关节损伤。再给所有长辈补充一条关键提醒，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养护膝盖是长期坚持的过程。3天打鱼2天晒网练习拉筋，很难看到明显改善，每日固定12分钟练习，连续坚持90天才能稳定舒展僵硬筋膜，巩固腿部肌肉支撑力。偶尔一次补钙、短期热敷只能带来片刻舒适，无法从根源解决经络拉扯带来的膝盖疼痛。更危险的是，轻微膝盖不适放任不管，依旧保持久坐、蹲坐、盲目补钙的错误习惯，筋膜僵硬持续加重，短短1-2年会发展成走路持续刺痛，不敢上下楼梯，严重影响日常买菜、散步、出行等基础生活。不要等到关节损伤加重才开始调整养护方式，早拉伸早护筋就能延缓膝盖老化，轻松安稳走路出行。今天整套科普内容结合美国老年骨科权威研究，港台中医经商科30年临床经验，动作简单易懂，适配海外、港台、内地所有50岁以上长辈，没有复杂专业词汇，居家就能跟着练习。全程不推销保健品、钙片、护膝器械，只分享低成本、安全有效的居家养护方法。屏幕前有膝盖酸痛、上下楼吃力、蹲起咔咔响的叔叔阿姨，您有类似经历吗？欢迎在评论区分享，说说您补钙多久，膝盖痛感有没有好转，或是练习拉筋之后身体出现哪些变化。我会逐条查看评论，针对性解答大家的护膝疑问。觉得这条视频实用，麻烦点上免费点赞，点赞越高，平台会推送更多适合中老年的无夸大居家养生科普。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观众，点击订阅按钮，打开消息小铃铛，后续持续更新关节养护、气血调理、居家温和拉伸全套内容。最后再次郑重提醒，拉伸仅作为日常关节养护辅助手段，无法替代药物与专业诊疗。膝盖持续剧痛、关节肿胀积液、骨骼变形确诊严重骨关节疾病的人群，请咨询医生，遵循专业医师给出的调理治疗方案，切勿仅凭居家拉伸或是长期服用钙片处理关节病变。人过50，腿脚灵活才是晚年安稳生活的基础。少走补钙误区，坚持每日12分钟中式拉筋，放松经络，稳固膝盖，轻松走路，自在上下楼。